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妻子的小助理给我发了张照片，照片里是儿子与小助理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我回了一句祝你们一家幸福，照片马上被撤回。小助理哭着打来电话，先生，我不小心把陈总的体检报告发错了，您别和陈总无理取闹，惹他生气好不好？他最近工作太辛苦了。电话那头很快传出妻子心疼的安慰话语。我平静回复：有空回来把离婚证领证吧。妻子冷笑回答：离婚可以，不过你总得把这些年花我的钱还给我吧。我和陈婉结婚5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订了酒店，想好好和她吃一顿饭。陈婉虽然对我的邀请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答应下来了。可出发前，她接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不知道跟她说了什么。她带上儿子急匆匆地离开，只给我丢下一句话：你先过去，我和小宝还有点事，一会再过去。我的话刚要说出口，他就已经离开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话，独自一个人来到酒店。可我左等右等，还是等不到陈婉和小宝的身影。我刚准备给陈婉打电话，却发现张成给我发了一张照片。点开一看，我恍如被晴天霹雳击中一般。照片里是小宝和张成的亲子鉴定报告。3年前，张成来到陈婉身边当助理，而那一年陈婉意外怀孕。我知道她一向讨厌孩子，可那是我的亲骨肉，我舍不得，却又不想勉强陈婉。这时候是张成劝说陈婉留下来，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张成。这3年陈婉对张成很好，我心里头再怎么酸涩，但我也没说什么。可小宝竟然是张成的孩子，我不敢相信，但我不得不相信。很多事情串联起来后，那些让我一直疑虑的问题终于有了解释。陈婉一直很讨厌生小孩，她不止一次跟我说，如果意外怀孕就打掉。可她还是在张成的劝说下生下小宝，不是因为她心软了，而是小宝是她喜欢的人的孩子。是的，陈婉变心了，她喜欢上她的助理张成，哪怕她不承认，但是我从她眼里就能看出来，她很喜欢张成温顺又活泼的样子。只是以前我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忍了。看着手机里的那份亲子鉴定，我嘲讽地笑了笑。我回了一句祝你们一家幸福，照片马上被撤回。下一秒，张成哭着打来电话，先生，我不小心把陈总的体检报告发错了，您别和陈总无理取闹，惹他生气好不好？他最近工作太辛苦了。我不想听张成的表演，刚想挂了电话，电话那头却传来陈婉温柔的声音，她心疼地安慰着哭泣的张成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没有听到陈婉用这么温柔的声音说话，如今我又听到了。可是让她变得温柔的那个人并不是我。我沉默片刻，平静地说：陈婉，有空回来把结婚证领了吧。陈婉这时候才发现我正在和张成通话，她对张成更加心疼了，语气轻柔地说：阿成，祝桃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你没必要跟他解释的，你别怕他生气，他不敢的。随后他冷笑着对我说：离婚可以，不过你总得把这些年花我的钱还给我吧。陈婉的话让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我们居然变成如今这个样。想起以前和陈婉的海誓山盟，我心痛得无法魂系。而陈婉没有听到我的回答，讥讽地说：提到钱你就不说话了，祝桃，你一个靠我养的废物，还跟我闹别扭。我沉默片刻，然后轻声询问：小宝呢？陈婉说：小宝闹着要跟他阿成叔叔在一块，所以我们才没能过来。祝桃，
你不会连一个孩子的醋也要吃吧？我打断陈婉的话，张成刚刚给我发了一份亲子鉴定，小宝是他亲生的。你，陈婉轻笑一声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阿成这个糊涂鬼，什么都往外发，待会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教训这两个被陈婉说的千转百回，暗藏着的意思我怎么都无法忽视。我麻木地把电话挂了，突然觉得陈婉变得好陌生。我以前认识的陈婉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个孤儿，从我记事起我就在福利院长大，后来靠我的努力来到城里读书。可是那些同学看不起我，经常欺负我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有一个男生非得让我去帮他买东西，我很清楚我如果不去会挨一顿毒打，于是我准备拿着伞去买，可他们抢走了我的伞，让我一个人淋着大雨出去。这时候陈婉出现在我面前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婉，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学校得到温暖。那些同学离开后，陈婉戳了戳我的额头，有些恨铁不成钢。你怎么就让他们欺负啊？他叫我反抗，可是我反抗过。那些有钱有势的学生就会去针对福利院，我一个人不怕，但我不能给福利院带来困扰。陈婉得知我的情况后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没事，我比他们厉害，我保护你。”从此我跟在陈婉身边，跟着他读完高中，在他的帮忙下陪他出国。我们也顺理成章地在一起，领证结婚。期间也有很多公司欣赏我的能力，向我伸出橄榄枝。但是陈婉想要自己创业，于是我便一一婉拒了他们，一心陪在陈婉身边。陈婉的公司发展得很好，也成功地继承了陈家的家业。我看着陈婉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于是决定转到幕后，为陈婉解决生活上的琐事。我去了一趟疗养院，福利院的院长就躺在里边。6年前他外出的时候出了车祸，虽然抢救及时，但还是变成植物人。我小的时候性格有些孤僻，所以没有人愿意领养我，于是院长就把我留在身边，耐心地教导我如何为人处事。他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院长出车祸后，我和那些福利院的孩子都很担心。从福利院出来的孩子也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，但也只是杯水车薪。是陈婉将院长的疗养费揽了过来，所以我一直很感激他。可如今，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院长，突然觉得很委屈。如果他清醒着，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一定很心疼我，一定支持我离婚。可是如果我跟陈婉离婚了，院长的疗养费又该怎么办？我茫然地走出医院，这时手机响起来，是陈婉的电话。陈婉声音冰凉：“想好了吗？还要跟我离婚吗？你要清楚，你跟我离婚了，那你的院长妈妈立刻就会被扔出这个疗养院。当然你要有钱，也可以继续让她住下去。”电话那头还传来张成和小宝嬉戏的声音。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只觉得无比寒冷。我突然想起院长刚出事的时候，陈婉抱着惊慌失措的我，哭着跟我说：“祝桃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你还有我呢。”我又忍不住想起高中的时候，陈婉说：“你还有我呢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”我终于明白，人是会变的，誓言也会变。我不由苦笑：“陈婉，你这么喜欢张成，还愿意为他生下小宝，如今我退出，让你们一家团聚，不好吗？”陈婉冷哼一声：“你以为我想跟你生活呀？要不是公司最近上市，不然我早跟你离婚了。你这样子也配跟我在一起？你最好听话一点，不然我不知道一个植物人该怎么活下去。”陈婉的话将我已经千疮百孔的心刺得鲜血淋漓。
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我不敢跟陈婉硬碰硬，因为她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婉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就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陈总。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的眼神一样冷漠薄凉，也只有面对小宝的时候温柔一些。而我陷入陈婉曾经的誓言里，如今落的这个下场，是我活该。我的目光突然被电线杆上的卖血广告吸引住，我的心突然猛烈地跳起来。我没有钱，但是我的身体很健康，我的血、我的眼角膜、我的肾，甚至我的心脏都很健康。回家的路上下了很大的一场雨，我没有带伞，手机也没电了，只好淋雨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我连忙洗了个热水澡，又喝下感冒药。如今的我可不能生病，就算如此，我还是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浑身滚烫，头昏脑胀的。我摸出手机，下意识地给陈婉打电话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我刚想说话，陈婉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来：“祝桃，你烦不烦人？话都说得这么清楚了，我以后就和小宝在阿城这里住下来了，你别找我们了。”我难受得厉害，嗓子干疼。在陈婉挂电话前，我连忙说：“我发烧了。”陈婉打断我的话，失望地说：“你现在都学会说谎骗人了，生病了就去医院，我又不是医生，你现在还能跟我说话，说明你也不是生病了。”我咳嗽几声，无力地说：“可是以前明明是你说有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说的。”这时张成说：“要不你还是回去看看吧，他现在毕竟还是你爱人。”说到最后，张成有些低落，陈婉连忙哄他：“一个废物怎么能跟你比？他算哪门子的爱人？我的爱人到底是谁？你还不清楚吗？”我挂掉电话，在拨打120的时候，还是昏迷过去。等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床上，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在一旁守着。见我醒过来，他们眼里绽放出巨大的亮光。见我想要说话，女人连忙扶起我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我看着他们一脸担忧的样子，勉强地笑了笑：“谢谢。”我面前的这对夫妻突然眼眶一红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坐在病床旁边，想要拉着我的手，却又不敢。过了一会，中年女人抹着眼泪说：“对不起，是爸爸妈妈没用，这才找到你。”看着他们递过来的亲子鉴定，我心里掀起一阵惊涛骇浪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找到亲生父母。我亲生母亲继续说：“我们一直在找你。6年前，我们从警方那边得到孩子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。你奶奶承受不住打击，生了重病。”她说的语无伦次，但是我还是从她的话里摸索出来一个大概的事情。我的亲生父母是华侨，在国外定居。我3岁那年，他们带我回国探亲，结果我被仇人拐走。他们找了我很多年，直到6年前，从警方那边知道了我的死讯。可他们依旧不愿意放弃，一边照顾重病的长辈，一边继续找我的下落。没有亲眼见到我的尸体，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消息。前几天终于得到我的消息，他们急忙回国。来到我家的时候，发现昏迷的我，连忙把我送到医院。看着他们悲伤的样子，我也有些难过。原来我并不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在医院待了几天后，我身体逐渐好转，爸妈便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。我坐在车上，掏出手机，手机里没有任何陈婉的消息，而张成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，照片上的女人正带着小宝在游乐场玩。配文说：“陆总还是很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也很关心我，还带着我出去玩。”我看着这条动态，笑出声。
以前我给陈婉打电话问他晚上想吃什么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因为我耽误他的工作了。如今他竟然愿意陪着张成浪费时间，也许是我不配。我犹豫片刻，跟我妈说：“可以帮我找一个律师吗？我想要和陈婉离婚。”1周后，我把那份新鲜出炉的离婚协议带上，来到陈婉公司楼下。可前台把我拦住了，说没有预约，不能见陈婉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把离婚协议交给前台，让他把离婚协议交给陈婉。然后我准备回家收拾我的东西。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竟然发现陈婉在家中，我的东西被扔在门口，而他和张成就躺在卧室的床上，空气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，让我几乎干呕。让我生气的不是他们衣衫不整的样子，而是小宝竟然独自一个人待在阳台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哭得脸颊通红。阳台的门是关着的，他开不了门，无助地拍打着玻璃门。我连忙把小宝抱起来，小宝揽着我的脖子，哭得很凄厉，哭声吵醒了陈婉。他揉着睡眼，一脸不耐烦地走出来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讨命鬼！看到我，他有些不自在，然后更加生气了。你还回来干嘛？一回来就弄哭小宝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刚睡着？我冷笑一声，小宝哭了很久了，你都没反应。确实，忙着跟张成厮混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陈婉看着我，突然皱着眉头问我：你这些天去哪里鬼混了？连家都不回，你还想不想过了？我心口发凉，只觉得好笑。陈婉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些话？但凡他有心，他就会知道这1周我都躺在医院。我闭上眼睛，不想再看他们。陈婉，你在问这个话的时候，先别跟张成躺在一张床上，你这样让我恶心。你知不知道小宝一个人在阳台，他年纪还小，很容易出事的。闻言，陈婉失望地看着我，好像我在无理取闹一样。他问我：所以呢？你这么关心小宝，你就那么喜欢这顶绿帽子？祝桃，你贱不贱啊？我倒退一步，死死地握住拳头，指甲嵌入手心的疼痛让我有些清醒。我怔怔地看着陈婉，闭了闭眼睛，将快要流出来的眼泪压回去。我把离婚协议递给他，说：离婚吧。闻言，陈婉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。我之前说了，要离婚可以，但是你得把花我的钱还给我。听着陈婉的话，我的心却感受不到任何疼痛。或许我的心早就死了，如今的我竟然还能笑出声。但我想我脸上的笑一定很难看。我平静地说：陈婉，你说了没用，法律会依法判决的。我确实要跟你离婚，但是净身出户的人是你。说完，我看也不看陈婉快要吃人的脸色，转身离开。我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家，往日那些沉重的枷锁突然消失了，我只觉得浑身轻松。以后我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了。手机一直响着，是陈婉的电话。我看着嗡嗡作响的手机，无奈的接通。果不其然，电话那头传来陈婉愤怒的大吼：祝桃，你这些年吃的我用我的，如果没有我，你那个穷鬼院长早死透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将电话挂了。虽然陈婉帮过我，但是这些年的百依百顺，我早就还清楚了。他给院长用的那些疗养费，我会还清楚。从此我再也不欠他们了。我想去疗养院，告诉院长我要离婚了，我找到亲生父母了。虽然我知道院长也不会听到，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说说话。我抱着我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院长送我的，在陈婉眼里是一堆垃圾，可是在我心里是无价之宝。我刚走下楼，发现我把车钥匙落在屋里了。电梯停下来，我回到家门口，
发现房门没关好。我刚想进去，却听到里边陈婉和张成的恩爱。我不想看到他们恩爱的场面，便等了一会。只见陈婉一脸红润地趴在张成胸口，对张成说：“阿成，你放心，等我跟祝桃离婚了，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，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。”张成则是一脸感动地抱着陈婉，但是陈婉没看到，张成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。张成说：“万一祝桃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了怎么办？我一个大男人无所谓，我是担心你和小宝。”陈婉说：“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我随便哄哄他就回心转意了。况且他那个院长妈妈还在医院呢，他可孝顺了。我如果拿那个老太婆的生命威胁他，你信不信他会跪下来求我不要离婚呢？说不定那时候我们让他做啥他就做啥呢。”我脑子乱糟糟的。陈婉，他怎么能这么狠毒？张成有些犹豫地问：“这样行吗？”陈婉冷笑：“其实我想直接杀了那个老太婆。6年前，他不知道从哪知道祝桃亲生父母的消息，幸亏我设计让他出车祸了，又让警方把假消息告诉祝桃亲生父母，不然祝桃翅膀就要硬了。”陈婉一脸怨恨地说：“我怎么能让我调教出来的狗有能跟我叫嚣的机会呢？只可惜祝桃看得紧，我没机会下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还可以拿着这个老太婆威胁她，她还不能死。”听到陈婉的话，我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。几天后，医院那边突然给我打电话：“祝先生，您的情人现在正在急救室抢救，还请您过来一趟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急忙往医院赶，来到急救室门口，看着刺眼的红灯，我快要窒息了。带路的护士看到我这个样，也有些埋怨：“你们这些作为子女的也太不像话了，明明这么有钱，连医药费都不出吗？你不知道你的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，再等一等就能醒了，现在好了，又回到之前，不，甚至还比以前差。”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护士的话在我耳边回荡着：“陆婉，是陆婉做的，院长还在里边抢救。”我无力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心底非常惶恐，那些负面情绪快要把我吞噬了。我真恨陈婉，她真的很歹毒。陈婉白着一张脸也赶过来，她坐在我身边，担忧地看着抢救室。我看着她这副虚伪的样子，就觉得恶心。我动了动身子，离她远了一些。见状，陈婉有些受伤，她虚弱地喊着我：“祝桃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气得失去理智，我不想伤害她的，我只想吓唬吓唬你。”见我冷漠的样子，陈婉有些害怕，连忙拉着我的手：“祝桃，你别吓我，我又怀孕了。医生说我这一胎状态不太好，情绪不能太波动。”我漠然地说：“你别说话了，我觉得你很恶心。”陈婉眼神哀伤，她惊恐地看着我。我闭了闭眼睛，不想再看陈婉那张令人作呕的脸。“陈婉，你有什么恨你尽管往我身上发。院长妈妈是无辜的，她对你还那么好，你凭什么？”说到这，我哽咽着继续说：“你肚子的孩子又不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照顾你的情绪？我只想杀了你，真的。”我抱着头痛哭，我觉得很累，这一切都是我爱错人了。如果我没有爱上陈婉，是不是我的院长妈妈还好好的？陈婉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急救室的灯熄灭了，我连忙赶上去。医生说了很多，但我只听到一句：“抢救回来了，以后要好好养着，不能这么胡闹。”我开心得不得了，眼泪直直往下掉。我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，法院判决我们离婚。可判决书后，陈婉突然又变了，她死活不愿意离开我，每天都追在我身后，想让我不和她离婚。我知道她是不甘心，
我这样的舔狗突然离开他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我来到医院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院长妈妈，憋了很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跟院长妈妈说了很多我的委屈，我这些年对她的思念，哪怕我知道院长妈妈听不到。等我说完后，夜幕已经降临。我依依不舍地看了眼院长妈妈，吩咐护工好好照顾他们后，便走出医院。可我刚走出医院，便看到陈婉和张成在不远处拉拉扯扯。我不想让他们发现我，便躲了起来。陈婉和张成起了争执，陈婉想要把孩子打掉，认为只要把孩子打掉，我就会回心转意。可张成不愿意，他跪在地上求着陈婉：“婉婉，你不是跟我说你这辈子最爱我吗？为什么突然要离开我？”见陈婉执意，张成眼里闪过一丝不快，他松开抱着陈婉的手。陈婉刚想离开，只听到张成阴恻恻地说：“陈婉，如果祝桃知道你是导致他院长妈妈出车祸的凶手，并且因为你，他院长妈妈成为植物人，一直醒不过来，你猜他会有什么反应？”我将他们的争吵录音下来，然后悄悄地离开。这几天我一直找人调查这些事情，把自己关在家里。这时家门打开了，是陈婉。陈婉走到我面前，半蹲下来，握住我的手。她的手温热，却让我恶寒，仿佛一条阴冷的蛇爬到我手背上一般。我甩开她的手，陈婉见状无比难过，她无助地看着我：“祝桃。”陈婉深情款款地说：“我本想把这个孩子打掉，然后好好的跟你过日子。但我如果打掉这个孩子，我就再也不能生育了。我还想和你有个孩子，让我们的血脉得以延续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我跟张成是清白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我从来不知道陈婉能够这么厚颜无耻，或者说，陈婉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变了。而我还以为陈婉还是当初那个美好的女孩。人总是会变的。我低下头，不想让陈婉看到我眼里的恨意。你和张成是清白的，你们清白的话，你脖子上的吻痕是什么回事？你们亲在一起，是你们清白的表现。陈婉不耐烦地站起来，揉着额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永远都是这样自私。你根本不知道我压力多大。你们男人犯错了就能轻易被原谅，我们女人只是犯了你们男人犯的错，便是十恶不赦了。”听着陈婉颠倒黑白的话，我忍不住打断她：“出轨不论男女都是错的。我们到民政局离婚的那天，陈婉穿着精致，她站在我面前，想要从我眼里看到一丝后悔。就在我们排队的时候，陈婉还是想争取一下。祝桃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圈子貌合神离的夫妻很多，我们那么相爱，我现在也对你还有感情，为什么非得闹到这个地步呢？我没有看他，我怕我多看他几眼，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将他掐死的冲动。我冷冷地说：“你多大的脸，竟然还享其人之福？我都嫌你脏。”听到我的话，陈婉气得眼睛发红，她愤怒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并没有刻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，所以周围的人都听到我的话，看到旁人看过来的怪异眼神。陈婉脸色挂不住，她大吼道：“我都说了我和阿成是清白的，我肚子还怀着孕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”说着，陈婉脸色黯然，仿佛被我伤到了。旁人怪异的眼神放在我身上，如同实质一般刺向我。我签上名，头也不抬：“是，你们是能够上床的清白朋友，你还怀着这个朋友的孩子，你们清清白白。”陈婉没想到我愿意将那些丢脸的事情说出来，她原以为我会把这顶绿帽子戴好，将那些委屈咽下去。她急忙地签上自己的名，拿到离婚证后，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落荒而逃。
这时我手机里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接通后，里边传来一个好听的女声：“祝桃，我回国了，有时间吗？我们聚一聚。陈婉应该不介意吧？我好久没回过了，这次是来出差的，公司有个项目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们了。”女人的声音很好听，但是我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了。和陈婉在一起后，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男的，因为我怕陈婉吃醋。我来到约好的咖啡厅后，看到座位上坐着一个明艳大方的女人，女人漆黑的长发披散在身后，好几个男人上来找她要微信，可她都笑着拒绝了。看到我，女人眼神一亮，朝我招手：“祝桃。”见我眼神疑惑，女人嗔怪地说：“我是周柔啊。”我恍然大悟，但看着举止优雅的周柔，我还是很惊奇。要知道，周柔当时可是一个丑小鸭一样的人物。周柔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她家庭困难，父亲好赌，母亲又懦弱，她经常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上学。在饭堂打饭也只是买一个馒头，然后加上免费的榨菜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受到很严重的校园霸凌。当时的我有些可怜他，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我曾经的影子，于是我不露痕迹地赞助他，这让他的日子好过一些。但很快他便离开学校了，因为他父亲欠了高利贷，逼迫他回家嫁人。和陈婉在一起后，我和陈婉唏嘘着这件事，还惹得陈婉不高兴了。我面前的周柔跟我印象中的周柔有很大的出入。我面前这个周柔自信大方，又极其健谈。她跟我讨论财政，哪怕我如今不知道那些财政，也能在她的带动下聊两句。让我更加惊喜的是，她竟然知道话。我们聊得开心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陈婉的声音：“好啊，祝桃，难怪你非得要跟我闹，感情是有了新欢了。”我看向陈婉，陈婉生气地站在不远处，挽着张成的手。见陈婉也看过去了，她示威一般的摸了摸微微隆起的肚子。周柔眼神微微一暗：“我刚回国，只是想跟祝桃谈个项目。”陈婉两眼冒火：“祝桃，祝桃，你叫得真亲昵，谈项目可笑。祝桃就是个废物，公司全是我在打理，你们别是谈到床上吧？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满怀恶意的陈婉。周柔笑着说：“谁跟你说祝桃是个废物啊？你大概不知道吧？祝桃的亲生父母可是著名的华侨商人，他们有意向要回国发展呢。”我不耐烦地打断陈婉的话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干啥你都管不着。我和陈婉只是说了几句话，哪能比上你和你身边的这个小三呢？你自己心里脏，别看啥都是脏的。”见我维护周柔，陈婉更生气了，她气愤地说：“你竟然敢为了别的女的忤逆我！你不是说会一辈子爱我，对我好？”周柔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但听我说的话，也大概能猜到一些原因。只见周柔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：“爱你就要承受你给的绿帽，你是怎么能做到挽着别人的手来质问祝桃的？哦，对了，我这次回国是来看看祝桃过得好不好，想着合作一下。不过你们既然离婚了，那我就要追祝桃了。你不珍惜她，有的是人珍惜。”陈婉气死了，她狠狠地看着我们，如果眼神是一把刀，我们早就被她凌迟处死了。她冷哼一声：“过几天我和阿成结婚，缺个伴郎，祝桃，你来当他的伴郎，不然我把那个老太婆赶出医院。”听到陈婉的话，我并不慌张，但我实在没想到陈婉竟然这么过分。我死死地盯着陈婉，想要杀了她。我亲生父母知道这些事，恨极了陈婉，她如今也只能蹦跶一回了。但我还是很生气，真想拉着陈婉去死，一了百了。
我想起爸妈调查到的那些事情，说：“我答应你，我去当张成的伴郎。”周柔突然给我递了一张纸巾，平静地说：“陈婉，你变得这么卑鄙。我听说你最近在争取 S 市的项目和海外的一个项目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2个项目主要负责人都是我。”陈婉的表情有些慌张。周柔继续说：“我还有个名字，欧阳周柔，这你总该眼熟了吧？于公，你可能不适合这2个项目。于私，我不愿意你负责这2个项目。”陈婉带着张成落荒而逃。周柔目光温柔地看着我：“祝桃，你不用担心，还有我在呢。”他不敢对院长做什么的。见我想拒绝，周柔不容我拒绝，继续说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报答你的。你总说这是小事，可是你知道的，在绝境中的帮助是多么的珍贵。不过我来晚了，但也好，你那么好的人，不应该变成这样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呢，恭喜你找到亲生父母。我和陈婉走在湖边，微风吹过来，她柔软的长发飘在我手臂上，软软的痒痒的。我突然有些好奇周柔这些年的经历。周柔也毫无保留地跟我讲述她这些年的经历。那年她被迫回家嫁人，嫁的那个人却跟她爸一样家暴好赌。她母亲终于强势一把，也终于反抗一次。她偷偷放走了周柔。周柔离开家，救了一个中暑的老人。那个老人是海归探亲，却发现家人已经全部离世。后来老人收周柔为义女，带着她出国。出国前，周柔带着人回家，想要解救自己的母亲，却发现父母已经躺在屋里，没有气息。母亲紧紧握着一把菜刀，嘴角全是漆黑的鲜血。老人没有孩子，便培养周柔为继承人。周柔也很争气。前1年，老人去世了，周柔掌控整个欧阳氏后，便带着老人的骨灰回国，让他和家人团聚，顺便找到我，报答当年的恩情。看着周柔亮晶晶的眼睛，我嘴唇微微颤抖。过了很久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人，我未来的人生很美好，我不至于为了报复陈婉，让他们失望。我还是决定参加陈婉的婚礼，不过不是作为张成的伴郎，而是作为周柔的男伴。可这些年，我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宴会，裁剪合体的西装怎么穿都觉得别扭，看着镜子里人，我只觉得很陌生。我不会给你丢脸吧？周柔穿着礼服，白皙的脖子上戴着蓝宝石项链，衬托她高贵典雅。她挽着我的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怎么会？多帅呀！在我身边就是给我长脸了。”我和周柔来到宴会上，陈婉看到我们，脸色扭曲了一瞬，但她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我的刺，怕我破罐破摔，把她的那些丑事全都抖出来。她只好瞪了我几眼。周柔还笑着迎上去：“呀，恭喜陈总二婚，二婚快乐呀！”陈婉气得脸色扭曲，周柔却当作没看到一般。陈婉又不敢真的给周柔脸色看，因为周柔如今已经不是那个人人可欺的陈婉了。看着陈婉憋气的样子，周柔贴心地给她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带着我走远了。周柔问我，看她憋屈的样子，爽不爽？我苦笑，我想了很多种她憋屈的样子，我以为我会很开心，实际上我开心不起来。周柔突然握住我的手，她的手干燥温暖，给我带来力量。周柔眼里带着光，还有我读不懂的情绪。你一直都很善良。我笑了笑。此时台上，陈婉已经和张成交换过婚戒，陈婉正拿着话筒含情脉脉地表白张成，说他才是自己的真爱。周柔看着我，在周柔鼓励的目光下，我大步走上前，
接过陈婉手中的话筒，对在场的所有宾客说：“我是陈婉的前夫，对他们真挚的感情非常感动，决定送给他们一个礼物。”后边的大屏幕上播放一个视频，关于张成密谋陈婉的公司。张成抱着其他女人，笑着说陈婉真的是个蠢货。看到这一幕，陈婉两眼一黑，身子摇摇欲坠。而我还继续说着，这是给新郎的礼物，至于给新娘的礼物，哦，到了。警察鱼贯而入，为首的警察掏出手铐，铐在陈婉手上。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事情很快水落石出，当年陈婉见我家这么有钱，怕我被认回去后会变心，他怕我会离开他，也怕我不受他的控制，他还是没有安全感，于是便设计让院长妈妈出了车祸。他害怕我在亲生父母的帮助下接手事业，便迫我，让我成为他的保姆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一辈子依靠他。得知我院长好转后，陈婉怕事情败露，又对院长下手，让他躺在医院里，也不把他弄死，因为还要拿我院长要挟我。陈婉别判处无期徒刑，他哭着说要见我，可我拒绝了他的申请。我不想满足他的愿望，我要让他在监狱里痛不欲生。周柔和我走出警局，周柔看着晚霞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我点头：“是啊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周柔突然跟我说：“虽然说这个太早了，但是我不想再次错过你。你愿意我在你身边吗？你不用有负担，我只是想先排个队。”我看着周柔诚恳的目光，刚想说话，手机响起来，是医院那边的电话。“祝先生，好消息，您的亲人有意识了。”我和周柔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发现院长妈妈虽然还躺在床上，可已经能够睁眼看着我了。看着院长妈妈慈祥的目光，我泪水潸然而下。医生说，那次断了医疗抢救回来后，院长妈妈受到刺激，身体竟然开始修复。医生说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我把这些年的事情跟院长妈妈说了，院长妈妈心疼地看着我，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，可她刚醒，撑不住，疲惫地睡过去。我和周柔坐在病房外，周柔的手盖着我的手，温暖着我冰冷的手。我轻声说：“周柔，以前英雄救美的时候，美人总会以身相许。我虽然不是美人，但你是英雄，所以你愿意让我以身相许吗？”周柔没有说话，只是在我脸上虔诚地印下一个吻。